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Football Machine Factory。今天我们要贴这3个 S18的屏幕进行带框贴合。带框贴合的话，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这3个屏幕上面都是已经将这个胶给撕掉了，清理掉。下一步就可以进行带框贴合。现在有请我们工程师来去给大家介绍这整个过程。首先在这里，我们工程师会将这个胶先打在框上面，因为等会如果盖板贴进去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机会去打这个胶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在贴合之前把胶先打在框上面。然后接着的话，我们需要用到这一层很薄的贴纸，不是贴纸，是我们的保护膜的一层，然后将它插入到排线这个位置。作用就是什么呢？作用就是我们在贴合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保持里边这个空气可以跑出来，而不会形成一个气泡。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们工程师在最后进行一步清理。当这个清理完成了之后，就可以用盖板进行贴合。在这之前呢，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盖板。我们这里用的这个盖板呢，是已经先贴好了 OCA 的，可以看到这上面是已经贴了 OCA 的。等会我们工程师就会用这个炮材去将这个液晶 S8的液晶进行带框的贴合。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工程师会先对听筒孔的那头进行定位。这是因为听筒孔跟盖板上面这个孔位的话，它是比较精确的定位的，所以我们先定那里，有利于我们更加精准的将整个盖板定位到中框上面去。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工程师是会利用双手去将两边定好位，最后再用手摁这中间。然后整个定位就完成了。现在接下来一步的话，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福沃特制的这个垫子，放到盖板的边缘，然后将整个液晶一起送到这个贴合机里面去进行贴合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采用的是 RMB2 这款机器，我们需要选择 LCD 模式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压板开始下压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静待，等待它进行一个过程的完成。进行带框贴合的话，对于 S8这个型号，我们用的这个压力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，我们这里用的压力呢是2公斤，用的是2公斤。然后设置的话，我们将真空设置的是120秒，然后贴合的时间是40秒，这是它整个的一个设置的参数。然后刚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们工程师手上他刚好拿到了一个
进行带光贴合完成的一个屏幕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褶皱也是比较少的，这边也是看不到，我们还是在白光上面进行。我们可以看到。可能褶皱的话，在镜头下面是不那么容易看得到，但现在目前我在用右眼来看的话，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褶皱的，整个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。我们现在让摄像机来从头将它扫一遍，给大家尽可能的给大家展示最真实完整的一个效果。像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，对于带光贴合，我们用的时间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这带光贴合里边，盖板是已经先跟液晶贴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进行抽真空，然后才能够确保这整个贴合的效果，气泡更少，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贴出来的这个效果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四周边这里，边角这里的气泡非常的小，这里有个泡，这里是没有泡的，这里也只有一点点的泡，主要是中间这里有这么个泡，除此之外，基本上气泡是很少的，所以接下来一步我们需要把它放进去除泡。现在是进行除泡的过程。然后在趁着这个除泡的时间里面，我们会进行第二次贴合第二次。因为我们一共有4个屏幕，在我们来之前呢已经贴好了一个，现在剩下3个，我们现在在进行第2个S8的带光贴合，整个过程它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说在我们这款机器里边呢，我们可以很快的，就是说贴完一个。然后在除泡的空档里边再进行第2个次贴合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镜头下面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整个效果。看到褶皱吗？对，可以看到这里。第一，首先是完全没有泡的，我们还是老规矩，让这个镜头来走一遍，给大家展示最真实的一个效果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镜头下面的话，在我这边右眼看到它是有一定轻微的这个褶皱，没有说100%完全没有褶皱，但是它有个轻微的褶皱，而且这种轻微的褶皱的话，在我的经验里边，它这种轻微的褶皱大概到1到2天，它会自动的恢复，所以到时候看起来整个是非常的完美的。最后一步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工程师现在将这个贴好的液晶是放进了这个 UV 灯里面去。放进 UV 灯里面去进行一个固化，以确保贴好的这个液晶不会进行反弹，不
不需要进行返工。OK， 大家可以看到，这3个就是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福伯特制的这个带框贴合电子进行贴合的。我们所需要的工具非常简单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我们机器自带的一个底座，以及我们带的这个普通的电子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特制的这个电子，整个带框贴合就可以进行。所以的话，如果大家对这个带框贴合技术有任何的疑问，可以通过在下面我们的评论里面进行留言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解答。谢谢大家观看。